平身。谢皇上。台湾之事也该有个了断了。朕多次派人去招抚议和，均无果而终。这一次，朕又派康亲王重开和谈。他们竟提出将海城作为双方自由贸易场所，实在是太自不量力了。此前赖塔也给台湾写过信，不过依朕看来，那不像是招抚，更像是安抚。回皇上，奴才并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希望尽快招抚成功，才不得不给他点甜头。前些天有人给朕送来一些书，朕看过之后很长见识。让你们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中找出有关台湾的篇章，其实是有点难为你们了。侍郎是个有心人，他全都给摘出来了。朕已经命南书房重新刻印出来。光帝啊，臣在。你给他们把书目念念。下列这些书目都涉及了台湾版籍，值得一读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《三国志》吴书，《隋书·琉球传》，《隋书·东夷传》，还有南宋赵汝获的《诸藩志》，元代汪大渊的《岛夷志略》，南宋娄耀的《公会集》，以及《读史方域纪要》，都有对台湾的详尽记载。南宋泉州知州于大猷就已在澎湖设兵驻守，元朝更设立了澎湖巡检司，专管台湾和澎湖事务。因此说，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疆土。他们想另立乾坤，朕绝对不答应。可是这一再的招抚不下，你们能不能告诉朕，这海贼到底能不能招抚？启禀皇上，臣以为这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他们依仗的是海上风涛之险，一听说我们要招抚他们，便声言不登陆、不削发、不纳贡，与我朝廷竟以兄弟之相称。岂有国家如此强盛，肯与他降为兄弟之礼吗？一味招抚确有弊端，问题就在于这个抚究竟该如何把握。一味的招抚只会让台湾认为我们清廷软弱。剿抚并用是对的，此前我们3路大军围攻泉州，不是奏效了吗？今日朕召康亲王节书赖塔进京，召你们众位大臣来听政，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政见。既然要剿，就必须依靠水师，因此福建水师必须要重建。那么你们认为，谁来任这个福建水师提督为好呢？李光地，臣在。你向来以直言著称，你来说说。回皇上，臣倒不是无人可见，只是怕皇上看不上。这叫什么话呀？朕让你说，你说就是了。既如此，恕臣冒昧。臣以为，提督福建水师，再没有比施琅更合适的人选了。其一，他做过福建水师提督，与这些海贼交过锋，有经验；其二，他忠诚，其心可保，定然会一往无前；其三，他深通兵法，有谋略，非义勇之夫，是这些海贼所最惧怕之人。他一去，必先声夺人，令敌人丧胆。皇上，原本海贼最怕朝廷重新启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，这确有其情。如今他们不怕了，施琅的子侄降了海贼，他脱不了干系。此种市井传言已经好几年了，纯属无稽之谈。
这绝对不是无稽之谈。施琅的侄儿当了抗肃总镇，已经有人在澄海的战场上看见了他，这绝对不假。可惜呀，可惜！明珠大人，你可惜什么？有良将不能用，岂不可惜？施琅的儿子现在如何啊？被封了忠义侯，奴才已经打探清楚，这绝无半点虚浮。那么，除了施琅之外，还有别的人选吗？湖广越州水师提督万正色可用。这个人的外号叫万大刀，在越州水师任上，曾经击败过吴三桂的洞庭水师。我看这个人行。他也是这些海贼的手下败将，他就比施琅合适吗？姚启圣的奏书，你们刚才也都看了。他此次又是力荐施琅，广帝啊，臣在。他这是第几次了？回皇上，第3次。第3次，这就有些奇怪了。姚启圣是福建总督，每天在他的漳州修来馆里，自掏腰包招抚来降者。台湾有什么风吹草动，难道他会不知道吗？施琅的子侄降敌反叛，此等大事，能逃过他的眼目吗？那他为何如此不避嫌疑，一而再的举荐施琅呢？你们不觉得这当中有一处吗？这个人迂腐，一根筋，皇上千万不要听信他的话。此言差矣。姚启圣受命于危难之时，他变卖了家产，连俸银也拿去奖励那些台湾的来降者。试问你们列位，有几个能做得到啊？来塔，你肯变卖家产去奖励那些来降者吗？康亲王，臣在。朕命你去调查姚启圣和施琅到底有没有亲朋故旧的关系，结果如何？臣查过了，姚启圣和施琅根本没有来往。就任命这个万正色，马上到福建去，担任水师提督。嘿，嘿，哈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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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呀，爹，今天怎么那么早就下朝了？皇上今天接见日本来贡使者，也就免朝了。快进去吧，有贵客等您呢，都等一上午了。是福建老家来人了吗？还真让您给猜着了。谁呀？这个人很古怪，是个清秀的姑娘，气度不凡。没见到您啊，她什么都不想说。我看看什么神秘人物。老爷回来了。啊，想必这位就是施大人，施伯父吧？你是？家父姚启圣，想必大人知道吧？哎呦，失敬失敬啊！是姚志台府上的千金啊，请坐，快请坐。坐吧。坐。姑娘啊，在当今的官场上，令尊可是我敬佩的楷模。可惜啊，他虽是我家乡的父母官，我至今还无缘相见。家父也很敬仰伯父。湘子故里近年来饱受兵战之苦，家父也特别盼望伯父能回乡靖难，造福一方啊。可我是官身不由己呀。
好在福建家乡有令尊大人这样的连理，这也是我桑梓的福分了。不知姑娘此次进京，是来访友，还是有何要事？我们先去准备饭菜，就不在这陪姚小姐了。你坐。我此次不远万里，专程到府上拜访，并没有别的事情。难道有什么军务大事？若是军务大事，通过兵部行文就是了，又何必让我一个小女子风尘仆仆的奔波呢？难道令尊大人对我施琅有什么特殊关照？这是家父给大人的亲笔信，请大人过目。你去过台湾，见到世宗和明良他们了？我在那儿待了好长一段呢。令郎身体很好，只是精神有些抑郁，不过如今无忧了。看来这都是真事，这都是真事儿啊！令郎是抱着统一的信念才忍辱负重的，他并没有失节，请大人不必担忧。可是你如何让我向别人解释呢？你让我如何才能曲线于皇上？我能到处对别人讲我的儿子世宗是假投降吗？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，我有口难辩呀！姚启圣，你真是害死我施琅了！伯父若要责怪，就责怪小女子吧。这事都是我一手策划而成的。我在台湾时，看到施公子身处险境，心急如焚，才想出了假降的计策。这并不是父亲的主意，这信也是我回到福州后请父亲补写的。不，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。姑娘，起来，快起来！只怕我从此在人前我有口难辩了。只怕我从此在人前，我再也抬不起头啊！家父之所以写这样一封信给大人，也是立此存照之意。父亲以福建总督的身份，出去指令让施公子假降，日后为施公子证明也好有个证据。因此，派小女子来京，也是怕落入他人之手啊。姚大人呐，我施琅该如何办才是好？我又不能在人前声张。我想，就是对皇上，也不能走漏半点风声。连皇上也不能让知道。皇上若是知道，御前大臣就会知道，那施公子和一家70多口人的性命可就保不住了。我的儿子，你受委屈了。你快想想办法，去见见皇上吧。短见，见皇上什么意思？让皇上派兵救咱们家的人，亏你想得出来。是啊，咱们家世宗就是为了讨伐贼寇才陷入虎口的呀。可是别人不这么看。
从前我主张武力平台，有人疑心我是公报私仇，连皇上都对我起疑心。可今天呢？瓜田不纳履，篱下不整冠，咱们得谨防小人悠悠之口啊！那依你之见，咱们这一大家子人，就让冯锡范他们全都给杀了不成吗？我不是不想救，可我怎么救？你平时带儿子出兵打仗，你就不能救儿子吗？好了好了，我是朝廷的命官，我出兵也得有皇上的谕旨，我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你好狠心的爹呀你！我看他们是没有生还的希望了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娘，出什么事了？咱们这一大家子70多口子人，被冯锡范全都带到台湾去了，现在生死不明，你说该怎么办啊？这是哪儿来的消息？确实吗？福建总督给你爹写来的亲笔信，那还能有假吗？这得想办法去救啊！我郑伟真是跟他怄气呢。平时他谈起国事振振有词，他今天没主意了。我不是不想救，是没有两全之策。好，放轿，放轿，放轿，押轿。世祥啊，哎，老爷，你们先回去吧，过2个时辰再来接我。好的。等等，告诉夫人，别人问起我来，就说不知道。是老爷，去吧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走吧。老爷，啊，老爷，好香的饭菜啊！施大人，您真是守时啊！在家里待客，未免寒酸，我还真担心您不给我这个面子呢。吃饭只是个借口，说话才是正事。我可不会为了一餐饭赶这么远的路啊！施大人，真是性情中人呐！我也正是想找个清静之处，跟您说上几句话。哎，这个，这是我施家的传世之宝，我送给小女阿曼的。怎么？是阿曼忘在这儿的。啊，请吧。菜虽不好，酒可是好酒啊。这是皇上赏赐的榴莲醉，一直没舍得喝。果然好酒，味道醇香。来，七爵啊，和小女阿曼还有来往吗？有来往，不过不经常。哦，还是终止的好啊。一场没有结果的游戏。这个我知道，只是有时管不住自己。能管住自己品行的人，只有圣人。可就连圣人也难以管住自己的感情啊！施大人，在我心里，您早就够得上圣人了。眼下多少达官显贵，家里摆着3妻4妾，还要出去寻花问柳，可您……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
今天请我到这里来，不只是为了说这个事吧？是的，皇上前天在瀛台召集议政王大臣和学士们，御门听政了。啊，还是为了福建水师提督之事吧？此事我已经不感兴趣了。是大人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你早已把全部的身家性命都压在平定台湾这件事上，你怎么能不关心呢？我就是关心了，又能怎么样？满朝的文武百官，有几个真正懂得台湾价值的？至少皇上知道，皇上知道你的一片苦心。你和阿曼精心绘制的台湾澎湖全图，至今还挂在养心殿里。前天御门听政，皇上把赖塔训斥得无地自容，还让李光地宣读了一大批书目，让大家回去务必认真研读。他还告诉大家，在这些书籍里，所有有关台湾的书籍都是您从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里摘出来的。那又能怎么样呢？我不是还做不成福建水师提督吗？怎么，你已经知道了？是李光地告诉你的？哼，昨天李光地李大人到我府上，请我到他的家里去做客。你想，这个李光地是多么吝啬之人呢？为什么肯如此破费？还不是为了安慰我。我送给他10个字：不存奢望，但求我心无愧。李光地倒是撕破脸为你力荐，还有那个福建总督姚启圣，不顾上面脸色，一个奏书接着一个奏书的为你上，真是让人怀疑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私情啊？依我看，这个我从未见过面的姚启圣，也是一个不会做官的书呆子。不管他，随他去吧。我心苍天可见呐。我相信迟早有人会理解我的。但愿姚启圣不要因为我而受牵连，这样我心就踏实了。眼下主要是施公子的事情说不清楚，皇上嘴上没说，不过我想他心里是犯寻思的。最后选定谁了？万正色。阿曼，爹爹，我不知道您在这儿。知道我在这儿，你还敢来吗？啊？总在台湾都腻了，哎，不如出去走走好不好？好啊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听说澎湖列岛的风景特别美。谁去那儿啊？那不是军港就是炮台，连老百姓都很少，没意思。人少安静啊，你不是嫌人多烦吗？哎，我听说那里的珊瑚礁下有一种贝，产的珍珠跟鸡蛋那么大。我去给你捞个大珍珠好不好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？本来嘛。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过得准备一条能抗风浪的船。这个容易，我跟我哥哥借去。我们去了澎湖，还能去金门。反正待在台湾也没什么意思嘛。不过那得有亡命，我不可随意走动。
什么亡命？我的话就是亡命。你不是嫌人多闹得慌吗？这会儿怎么又往人堆里钻？说实话，我是想去报仇，因为我的仇人都在那儿，我可不能在台湾傻等着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冤家宜解不宜结。你是君子，我没你那么大度。算了，我不找你帮忙了，我找别人去。二位，大帅请二位到签押房里就坐，请，请。下官苏成参见大帅。下官宾克斯傅维林见过姚大人，请坐，请。大帅，康亲王让我带傅先生前来见你。哦，怎么推给我了？这是不是康亲王直接主管吗？可康亲王说，地方重务责任全在总督，他不好轻易越俎代庖。呵呵，你可是康亲王派去的使者，条件也是他草拟的。康亲王答应他们退回台湾，以澎湖为界，怎么不问问我这地方总督啊？我可没从皇上那儿领过如此的圣谕，不敢与闻。那听姚大人的口气，是连原来答应的条件也反悔了吗？不是我不承认，是皇上不认可。因为康亲王竟然自作主张，默许台湾自立乾坤，被皇上大加训斥。前不久，皇上在瀛台听政，毅然决定重建福建水师，对台湾的态度也已阐明，拒服计较。皇上是下了决心的。那我回去怎么向延平王交代啊？你如实禀报。台湾的每一寸土地皆是我大清疆土，怎么能割让允许你们自立乾坤呢？如此果断回绝，那康亲王那边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何况此次招抚也是康亲王所主持的。康亲王不是说地方重务责任全在总督吗？那就是全交给我喽。奉劝你们，不要指望我像有些人那样会做出有损朝廷的事来。公主，你来啦？您叫我呀？哎呀，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？怎么总是低三下四的？你丢不丢人呐？哎呦，小的是没出息，您要可怜小的，就把小的提拔提拔。哼，那我要看你忠不忠心了。哎呀，公主啊，只要您一句话，我就是给您当马骑，我给您当狗看门，我都没二话。你真没出息。不过我听别人讲，你这人挺讲义气，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。我呀，就喜欢你这样的。哎，公主，您救过我呀，我这不是扶持您吗？我就是您的人呐。但是你得盟誓啊，将来我吩咐你的事，你烂到肚子都不能跟外人说。公主，我金汉臣要是不听您的，我就遭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啊！傅大人请。哦，姚大人，打搅了。以我这种身份的人，是不应该到贵府来赴宴的。傅大人不必拘礼，家父是个通情达理的人。哦，你好大的胆！我要是责怪你，难道就不通情达理了吗？傅先生别见怪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请。我女儿在家里头请谁吃酒的自由还是有的。怎么样，傅大人，我没说错吧？家父有2张面孔。哎，你把我的陈年老酒也拿出来了。父亲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气了？先生别见怪啊，家教不严。你看我把他惯成什么样子了？
姚大人说到哪儿去了？令爱的风范我早已领略了，今日再见，更觉是举止有致，气质非凡呐。如若这都是惯出来的，那回家以后我也惯惯我的女儿啊。哎，这酒为什么而喝呀？那就为姚大人的官运亨通吧。没有意思。那就为台湾早日归顺大清，成就一统山河，为黎民百姓不再受生灵涂炭之苦而干杯，怎么样？这杯酒我愿意喝，就看傅先生的了。我能说什么呢？只可惜我左右不了台湾的船舵呀。你左右不了台湾的船舵，我也左右不了朝廷这架马车的方向。可是，你我都有很多机会去影响掌舵和驾车的人呢。父亲说得好，来，好，来，哎，上次大帅托千金给我的信，我就明白了大帅的期待信赖之意。只可惜啊，我势单力孤，做不成什么事，辜负了大帅的一片美意啊！你我毕竟有过一段交情，我不说救你出火坑，只请你以大义为重，决定取舍。当年你随军起兵抗清，无可指责。如今抗清已成逆流，江山一统势不可当，抱残守缺者将成华夏千古罪人呐！哎，这话可犯忌了，怎么能说起兵抗清无可指责呢？这可是大逆不道啊！哎，此一时彼一时嘛。当年施琅不也曾经高举过反清复明的旗帜吗？有谁歧视他了？如今他不也一样是天子的近臣吗？如今朝廷正缺能源提调，为什么宁可调来个万大刀，却让施琅在京城赋闲呢？父亲3番2次上书力荐他，可朝廷不是理也不理吗？心存大义，不为个人好恶啊！如今天下安定了，朝廷开明政策比明末腐朽之治强过110倍呀！若是于今仍留恋已不复存在的明王朝，那就好比要把僵尸从棺材里扶出来一样，这不很可笑吗？傅大人是明智之人，何必执迷不悟，和他们的破船一起沉没呢？我何尝不想回福建老家呀？要不是家小在台湾，此次我就不回去了。那台湾方面可选错使者了。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留下有什么用啊？要是你能在内部使上功夫，或带出大批人马，或劝说将领归顺，那可是天大功劳啊！我定会向皇上为你请封。先生，不会信不过我姚某人吧？姚大人的为人，足以让傅某人折服啊。那傅大人打算什么时候走啊？若是谈判无果，当然是越早越好了。要是冯锡范他们知道我在姚大人府上饮酒，回去以后还不把我的头给砍了，我也是心有担忧啊。请直言。我就怕日后落个里外不是人的骂名啊。先生但请放心，若是先生对大清江山一统有功，日后我来主持公道。如我食言，就如此杯。这么大的珍珠啊，我们发财了！过去呀，穷渔夫要能捞上这么一颗白珍珠啊，下半辈子就不用下海了。要是能发光的夜明珠，那就更好了。哎，你看，这个岛叫什么名字？叫八兆屿。
是澎湖列岛的门户。我就知道，父亲点灯熬油，又在写奏书。我不死心，还要力保施琅出山。这个万正色指望不上，一来到福建就主张招福。主张招福，你来当什么水师提督啊？也许我们策动施世宗驾降，是适得其反。我们又不能明说，搞得施琅不清不浊的，惹人怀疑。因此，我才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上书啊。爹，我想陪傅维林再去台湾一趟，亲自把这封信交给施世宗。别人去，我又不放心。要是落入奸人手中，反而害了施公子的性命。我就知道你会提出和傅维林同行的。真的？您为什么会这么猜？怎么没发雷霆之怒呢？这样，我反倒觉得不太对劲儿了。织女莫如父啊，爹是过来人，你眼睛里有什么，爹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不过你得跟我说实话，才能放你走。什么实话假话？我不明白。你不说实话，我是不会让你去冒这个险的。那您问吧。你是不是看上施大公子了？嗯？好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也不问了。你收拾收拾上路吧，啊！在外不容易，一切都靠你自己了。爹，您真好。我跟施公子什么都没有说过，也什么都没有承诺过，只是有一些朦朦胧胧的影子。那你就抓住这个影子吧。施公子是个很不错的人，爹很少看错人。爹，你这丫头。周大爷，哎，您打算什么时候走啊？哎呀，出来的时间可不短了。过几天呢，我就从这儿直接回去了，来看看你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您真的要走啊？啊，我刚到金门，在我还没认祖归宗时，要是没有好心的周老伯给我糊仔饭吃，我呀就得挨饿了。哎呀，这点小事儿，公主还值得挂在嘴上吗？啊！施世宗，你干嘛呢？快过来帮我啊！来了。好香啊！海葵，这次你真不该把金汉臣带过来。哼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还要重用他呢。这种心术不正的人，离他越远越好。姚小姐，不远之处就是金门呐。傅大人，看台湾未来如何？天下之事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呀。但和是不可抗拒的大事，自古皆然呐。不过我看台湾已是强弩之末了。姚小姐，万万不可轻视啊！我越来越怀疑冯锡范这个奸人呐，他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，在朝野培养了一大批自己的私党，他是台湾另立乾坤的主谋。此人不除，
我怕台湾之事棘手啊。啊，姚小姐，你看那边，那就是金门岛啊。他们想另立乾坤，朕绝对不答应。因此，福建水师必须要重建。那么，你们认为谁来任这个福建水师提督为好呢？湖广越州水师提督万正色可用，就任命这个万正色。最后选定谁了？万正色，不管他，随他去吧。我心苍天可鉴。